嗨，你好，欢迎来到N亲子书房练习曲的爸妈教养小事事。今天呢，我想来跟你分享一个方法，这是我自己在家里几乎天天都在用的聊天方法。说真的，它彻底改变了我跟我家孩子的对话品质。你是不是也常常有这种感觉啊？就是你明明很想跟孩子好好聊一聊，但那个对话好像怎么聊都聊不开，老是卡住碰壁。比方说，你问他今天在学校怎么样啊？然后他就回你2个字，还好。你再问，你在看什么啊？他又回，没什么。真的，你本来是想透过聊天拉近距离，结果常常聊到最后反而变成一种压力，对吧？但你知道吗？其实问题可能不是出在孩子身上哦。孩子真的不是不想讲话，他们可能只是需要一个更好的聊天入口吧。很多时候啊，孩子要的并不是一个标准答案，他们真正想要的是一个有人陪着他们一起去想、去探索的过程。后来啊，我就发现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其实在很多领域都有人在用啊，是一个很厉害的思考工具。我就把它稍微调整了一下，变成一套我自己超喜欢的亲子聊天方式，我叫它4F 亲子聊天法。你不要把它想成那种很死板的 SOP 哦，完全不是，它比较像一张聊天地图，可以带着我们跟孩子一步一步走向更深的对话。那这个4F 到底是什么呢？很简单，第一个 F 是 fact， 就是事实，我们先从发生了什么事开始聊。第二个 F 是 feeling， 感受，问问他对这件事的感觉是什么。第三个 F 是 found， 发现，也就是陪他聊聊，从这件事里他有没有发现什么或学到什么。最后一个 F 呢是 future， 未来，就是把这次的经验跟未来的选择连在一起。好，那光说不练没有用嘛。接下来我就直接用2个发生在我家的真实故事，带你实际看看这个方法是怎么运作的。你听完就会发现，4F 真的不只是一种聊天技巧而已哦，它更像是在教孩子一套看世界、理解自己的方法。好，第一个故事是关于人类第一位太空人尤里加加林。我记得那天我跟我家孩子一起读到他的故事书。那时候我心里想啊，小孩子嘛，等一下一定会说哇，太空人好勇敢、好酷哦之类的。结果呢，完全不是我想的那样。我用了第2个 F 问他，读到这里你心里觉得怎么样啊？他想了一下跟我说，我觉得他很厉害，可是我也觉得他很难过因为他是因为工作死掉的。哇！我当下听到这个回答，真的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哇，既然他有这么特别的感受，我就接着用第3个 F 问他，那你觉得这件事让你发现了什么呢？他想了一下，然后说，我发现勇敢虽然很重要，可是勇敢也可能会很危险。你看，他自己就从故事里面总结出了一个很深刻的观点。然后我用了最后一个 F， 我问他，那这个发现对你以后有什么影响吗？结果我那个才7岁的孩子竟然很认真的跟我说，我决定了，我以后不要做那么危险的工作，我要找一份是安全的，然后又可以一直学习的工作。哇，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真的愣在那里，就是那一刻我发现 4F 这个方法竟然可以让一个孩子第一次把别人的故事转化成自己人生的选择。好，第2个故事比较短。有一次啊，我们在家里一起翻报纸，翻着翻着，他突然停在一首小诗前面不动了，我就很好奇，一样从第1个 F fact 开始问他，你为什么特别看这首诗啊？他跟我说，因为这首诗里面的字我大部分都看得懂。他讲这句话的时候眼睛是发亮的，然后接着说，这让我觉得好想再学更多字哦。你看多奇妙，他自己从看得懂这个事实，连接到了有成就感跟想继续学习的感受与发现。我听了就好开心，就顺着问他最后一个 F， 是哦，那你接下来会想怎么做呢？他说，我以后看书的时候要自己去照那些我看得懂的字，然后再多练习几次。这句话说真的比我念它100次要多练习还有用。因为这不是我逼他的，是他自己从一首小诗里面找到了专属于他自己的学习动机。所以你看，透过这2个小小的故事，我们就会发现 4F 的力量真的远远超过只是聊天而已。
他真正在做的，其实是在帮孩子建立一套可以让他用一辈子的人生思考基础。我喜欢把它比喻成我们在帮孩子建立一副思考的骨架。有了这个骨架之后啊，孩子就会慢慢学会去辨识自己的感觉，去形成自己的看法，去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做。更重要的是，他会开始把生活中遇到的每一件大小事都跟自己产生连结。这整个过程就从被动的吸收资讯，变成主动的建构自己的世界了。不过这边要特别提醒一下，千万不要有压力。你真的不需要每一次聊天都硬要打4个 F 全部问完，有时候可能光是聊 fact 和 feeling 就很棒了，有时候可能直接从 fund 和 future 开始聊也很深入。记住哦，4F 它不是一份要交的作业，它是一种可以很自然、很轻松融入到我们每一天生活里的方式。好，说了这么多，现在换你喽！我想邀请你也一起来试试看。我特别准备了一个超级简单，可是又非常有效的本周练习要给你。这个练习的名字叫做 EF 挑战。任务真的很简单，就是从今天开始，每一天你只要从4F 里面随便选一个 F 来问孩子一个问题，就这样，真的一天一个就好。你可以针对今天看到的新闻、读的一本书，甚至是晚餐发生的一件小事来问，都可以。你试试看哦，你真的会很惊讶地发现，当我们给了孩子一把对话的钥匙之后，他们真的会越来越愿意开口，也越来越喜欢思考。那如果你也希望家里的对话可以变得更柔软、更深入，也更有爱的话，非常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安亲子书房练习曲，我会在这里继续陪着你，用一个又一个的好方法，一句又一句的好问题，让我们孩子的思考能力一点一点的慢慢长出来。好，那今天就到这里，谢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见喽。